鱿鱼你熟啊？从小到大海边长大的。我们那儿的鱿鱼游戏不一样。最近一部现象级的韩剧啊，里边说的这种什么人性的残酷呀、竞争也好啊、社会这种贫富分化也好啊，其实也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主题。但是韩国人把这个讲故事的方式稍微调整了一下，里面的一些视觉元素又掀起来一些潮流。没有第三个选择嘛，肯定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从我个人角度出发，这其实它的题材并不是特别吸引我。我喜欢的点，它这个东西做的就是把那种超现实的部分和现实的部分过渡的挺好的。他们创造那一部分游戏世界那种配色、道具、人物，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设计也好，度把握的很好。它整个的虚构的成分是跟你的现实生活是若即若离的感觉，对，脱离的不是很远。最让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这部剧里面能把韩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他们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民间的这些音乐啊、童谣啊，结合到这个电影里，而且非常的自然，并不生硬。不那么喜欢的点呢，倒不是说跟这个电影本身，我是觉得它这个现象，它这个东西太火爆了，以至于你会怀疑说是不是可靠的，它真的能成为经典吗？像突然火爆的 Gangnam Style， 那个时候也是现象级的，火遍大江南北。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一下子就变成了说，如果你再唱起这首歌，如果你再跳这样的舞姿，你会被认为啊好土。互联网的时代下制造出来的这样的爆点也好，潮流也好，它的生命力越来越短暂，火爆的那个时间也是非常迅速的，比早年来的更迅速。突然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黑洞一样的，就把所有的人注意力全吸引进去了。但是瞬间好像这个东西就又失去了它的魅力了。这种互联网环境，创意产业整个是在井喷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东西选择性多了，不断在更迭。以前比如说一个专辑的歌或者一部电影，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5年、10年，现在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包括现在歌手发歌，它是单曲的发，增加它的频率，而不是说打造一个稍微厚重一点的一个东西。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他们玩那个木头人那个大娃娃，把一个正常玩具尺寸的东西一下放大到巨大，给你带来的那种冲击力感觉是不一样。就当时瞬间就让我想到了这位摄影师伯纳德·佛孔。这个摄影师就是他会弄很多那种玩偶或假模特，然后来构成自己的一些故事。他们在利益上有可能是会有借鉴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共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呢，就是他们进入游戏，他要走过一段彩色的台阶的那个房间，其实有点像矛盾空间的那个画家荷兰的那个 Escher， 跟那个娃娃其实是有同样的效果。就它本来这样的一个彩色的梦幻的空间，应该是给人一种很舒适啊、很童真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在那个片子里面却让你觉得无比的恐惧和压抑。第一季刚播完嘛，第2季什么样还不知道，你也会担心烂尾，所以说先给个8分了。我稍微苛刻一点，7.5吧。那0.5分可能是扣在我对鱿鱼这个生物不像你那么熟悉。你看我们中国也是有这样的，小时候玩一些游戏也差不多啊，其实对吧？很多弹珠的游戏啊，拔河这些世界相通的童谣你也有，但是为什么韩国人还能把这个东西这么世界接轨，或者跟现代的文化这么接轨？韩国政府对电影产业发展支持力度非常大，不是单单的来自于所谓的资金，首先把这个审查制度给解松，剧本各方面方向性就多起来了，然后好的作品就不断在出现。它高层上给你松绑，电影产业入门又很难，它对你入门是有很高的要求。你在真正被大家称作是导演之前，你需要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积淀，然后你需要做很多功课。韩国它整个的电影工业呢，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已经全面跟顶级的欧美的电影工业接轨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自己本身对本民族文化的这样的大量的攫取开发和这样现代的技术相结合，可能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的成果。整个产业从业人员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很严格。韩国的那种一线明星的片酬比中国那要便宜太多了，他们只能在整个制作费用里面占，比如说10%、8%。中国不是现在也在调控这个事情吗？整个是有良性的一个成本的控制。有一段时间就是韩国经济不太好，整个韩国的演员达成一致，统一开始降品质。他们明白唇寒齿亡这个道理。如果说这个产业不行了，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职业素养。